无法想象啊，在永庆坊这个旅游区的这个停车场负3楼上去，竟然没有电梯。为了到这边来骑行啊，也是够拼的了啊！现在我拎着我的这个折叠单车，要爬3层楼。还有1层，还有半层。哦，真高！好了，装车成功。从那个停车场啊，负3楼，抬着我的折叠单车上到了路面，出来就一片开朗了。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荔湾涌边上了。现在呢，我在荔湾涌的这个景区啊，上面有写广州西关永庆坊旅游区荔枝湾景区停车场。刚刚呢，就从这边啊开车下去停了，我的车非要让它停到负3楼。我再看一看啊，这个是不是出来的路呢？我太太呢已经带着老2口啊，他们呢还好，提前在停车场的路口啊就下车了，否则的话这个3层楼走上来真够呛。对面呢就是荔湾湖公园啊，那现在呢其实都打通了。前面呢就是半溪酒家，经常到这边来喝茶的地方。我记得有一回啊，专门在这边跟大家也拍过行走的视频。我们现在边上先看一看吧。
自从有领袖人物来视察了永庆坊以后呢，这个地方的名称也都改了，都变成永庆坊旅游区了。最早的应该是荔枝涌荔枝湾涌吧。这边还有一个星巴克但是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路面。对面呢就是半溪酒家，以及半溪酒家边上的那些卖土特产品的商店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经常来帮衬的地方。这座呢是龙津桥，原来呢叫龙津西路桥。因为老人家走得比较慢所以我太太呢就陪着他们自己去逛去了。我呢就想还是要出来骑一骑这边也不错它有一个专用的骑车道。这条呢龙津西路我觉得最有广州西关烟火气的这么一条街道。很多小巷子就有点跟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特别像，就那种小弄堂。我们随便可以进一个小弄堂去看一看比方说这条叫逢源大街虽然很小的一条街但是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一条大街了。好像我也看到了一些保留的建筑。骑在这样的小街里头就有点像回到了从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广东省木尔集团这么一个西关大屋的建筑保护区，逢源大街21号所以呢，以前的西关有钱人解放以后那些房子呢，都失去了产权，竟然呢就是各种单位没曾想呢，原本想着在龙津西路骑一骑，谁知道一转进来呢，又到了荔枝湾涌的这么一个景区边上了你看，这个绝对是一个豪宅小红楼，逢源大街33号民居。当年建的这么一个楼很漂亮。我们来看一看逢源大街33号民居，建于中华民国。那现在呢，也是一个荔湾区登记的保护文物单位。这个地方呢，被整理得特别的漂亮前面有人在那里试音试麦克风，是不是这个荔枝湾大戏台那边是不是有节目？因为我们上次专门来听过这个乐曲。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永庆坊旅游区导览图。那其实呢，永庆坊呢，就是这一块，但是呢，荔枝湾涌的要远远大过这一块，但是名字呢，现在就是以永庆坊来作为 title 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看一看啊，都有一些什么名胜古迹，有那个表彰读书人的文塔，有荔湾博物馆，有蒋光聂的一个旧居啊，就刚刚对面的荔枝湾大戏台。我们上次去过的李小龙的祖居啊，詹天佑的故居都去过。那这边呢有八宝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是我想骑过去看一看的啊。所以呢，我们先不在这个荔枝湾冲这边逗留，而是呢先到龙津西路啊，到多宝路那边去骑一圈。这边呢就是荔湾的博物馆啊，虽然没有去过，但这栋楼呢应该也是以前的一栋豪宅。就现在啊，进到这些区域都特别麻烦啊，要预约，要登记。这边也有更大的一些豪宅。先还是骑到龙津路上去吧。又回到了龙津西路上了啊！大家呢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看广州老城区啊，西关风情，看看左右两侧的这些骑楼。当然，这些骑楼下面啊，都还是照样有生意做的。这里呢，就是普通百姓的市井区啊。其实每一条小街呢，都还是很漂亮的。这个里面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藏在里面的一些大屋啊，一些保留的建筑。这边呢，以前也来过啊，就广州基督教石浦堂在这个地方，就这一条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街道，铺的这些石板路啊。然后呢，就让你眼睛一亮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基督教石浦堂，大家看看啊。现在明显感觉呢是重新装修过的。这是教堂的。虽然我不信教啊，但是呢，那些教徒们很执着，经过100几10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啊，还保留着这么一个大教堂啊。这样的一条小街啊，我想象以前刚建成的时候呢，两边就是一些民居啊，一栋一栋的，各不相干。多宝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有这个门口呢还保留着西关的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门，算是以前的防盗门吧。但其他那些房子呢，基本上都面目全非啊，要么呢就是被很多的单位占用，要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住户啊，地方不够住了，就把那些空余的时间呢，全部变成了房间了啊。所以现在要把它恢复成原样，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是老百姓还是在生活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小街的两旁啊，种了很多的绿色的植物，是不是？然后政府呢也在尽力的想办法恢复它原有的文化的那样的这种气象啊。所以骑行在这样的一条，就像我以前长大的一个弄堂这样的小街里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感慨啊，时光的流逝啊。那这边呢有些牌子啊，多宝路、龙津中路、龙津西路。这边呢就已经走到了一条算是大街上了啊。这条路呢叫逢源路。刚才呢，有一个小弄堂叫逢源大街。这边呢才是正主逢源路。不知道看我广州生活视频和骑行视频的朋友呢，有没有老家啊，就是在广州这边的，有没有让你看到家乡啊现在的面貌？转眼呢就来到了多宝路啊。这条路呢，上次来的时候就在修路，修了好久了，到现在也没有修好。这边呢是一个牌子，广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多宝路。宝庆粤剧文化园啊，但是是关着的。这边呢有一个大牌坊，多宝古坊，这个就是我想到这边来走一走的。同时也有多宝街的永庆坊居委会。这边呢里面啊就是永庆坊，看着不起眼，但里边呢是可以进去骑行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再有一些西关的大屋哦，这个是一个当铺啊。宝庆大鸭旧址在维修当中。先到里面去骑一骑吧。对这样的小街小巷啊，特别有兴趣。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啊，以前老百姓住的。虽然呢，要做这样的西关大屋啊，以前也要有点经济实力的啊，也不是谁都可以住的。这边呢就出去了，我们再掉头吧。
骑了半天，我忘了打开我的这个记录行程的手表了。把这个户外单车骑行打开。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永庆坊的里面了啊。当然，我不是从一个正门的入口。正门的入口呢，应该是在哪一条路上面呢？我忘了啊。对面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啊，也有一个园林呢，就是越剧的博物馆。以前也进来过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讲述越剧啊这个几百年来发展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没有来过呢，绝对建议去看一看。虽然听不懂越剧，我们在这边呢停一个车啊。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这边呢，这条河我的理解就是荔枝湾冲了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河里边有很多的小鱼，是不是？这个镜头拉高一点。有一座小虹桥。有点像那种日本风的啊，这样的一个小桥。有人打着伞在上面拍照留念。这个地方呢，一座应该是新建的楼，仿古的楼。广府人联谊总会，广东省广府人诸暨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哇！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名头有点大啊。边上有一些榕树，在这些虽然是新建，但是仿古的这些建筑啊，还是非常的和谐啊。这里风光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好，我们继续往前骑。今天因为不是周末，人还真不是很多。这样又出到外面去了啊！我们就还是抬一抬吧。顺便也在这个桥上看一看西关风情。不是，荔灣湖公園點行喎？荔灣湖公園咧，你如果行咧就可以即行，係呢個方向，邊都可以行到嘅。邊度都可以行到。行到。邊度近啲係18號嗰邊行？應該呢度比較近啲啦。呢度近啲啊？係啊，你去到係咪叫多寶路啊？然後咧就龍堅西路，就行得到噶啦。大概十嚟分鐘啦，10幾分鐘咁上下。这边啊，有白墙上写着“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琴啊嗱，傻閪！影相。咁你係啊？
古筝表演。这边呢就是粤剧艺术博物馆的入口，这边应该是一个餐馆啊，叫普天乐，但因为这个车也不方便进去啊，就算了。这个是月穗吗？应该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啊。这边有一个门洞很漂亮，永庆坊。这边呢应该是一家酒店啊，很不错的一个西餐馆，牛扒房。酒店来着啊。所以这边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啊，规划，就变成了一个文化风情的商业街区，也包括有很多西式的酒吧，但是更多呢是本地的文化。看到这个楼上啊，特别好玩。哦，这边有个凤德菜凤小馆，祈福新村也有。就不知道为什么还留了这么一间房，不愿意搬走啊。应该是钉子户。大家觉得怎么样？以前来的时候都是走路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闲逛，走累了当然也可以找一家店坐一坐啊。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真的很好？广州市啊，传统风貌建筑，12浦西街87、89号民居。这边呢就出到街上去了，我们再到里面转一转吧。欢迎光临寿喜烧专门店，无汤火锅，有汤烤肉，有灵魂的寿喜烧才叫金旗烧。很多卖这些手工艺品的小店。在广州人是这样，这里有个广州有名的书店叫中书阁。路上就有，然后呢，学校的都有家店，然后工作有家店，我们的上铺。永庆坊会议中心。这边呢还在围蔽过程当中啊，还在有很多新的建设。这边呢又是出到大街上的一个出口，我们迟点再出。但这个虽然好像是只装修的啊，但是还是很漂亮。哎，这边有一个永庆坊字，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看啊。我就不念了啊。应该是万科和荔湾区政府合作改建的这么一个地方，现在是4A 级国家级旅游景区。
很厉害。永庆坊呢，应该已经完成了1期和2期啊。现在这些围壁的这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3期啊，还是2期的续建的项目，不太清楚啊。哇，看太大了。欢迎光临寿喜烧专门店，无汤火锅，有汤烤肉，有灵魂的寿喜烧才叫金喜烧。永庆坊的导览全景图在这个上面啊。荔枝湾冲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它是一个弯的。对了，那个叫恩宁路，没错了，就是永庆坊前面的条路叫恩宁路，但我呢是从多宝路这个口进来的。这边有黄沙站，有长寿路站，2个地铁站会比较近一点啊。继续往前走。这边呢是坐花船的地方啊，你看漂亮吧？王府风情专线啊，就在这个荔湾冲里面，游船河。现在没有什么生意啊。手机啊，没有我太太打来的电话，说明呢那边2老还在闲逛当中啊。这边呢就是荔湾冲啊，荔枝湾冲这个河面啊，那这个水位还是蛮高呀。所以广东人有一句话叫“力不到不为财”啊，你力到了就水到渠成，什么都可以做成。所以你看看这边的这些水道，边上那些建筑啊，花了很大的力气恢复成这个样子不容易。但是刚刚走过那些老街巷呢，就没那么好命了啊。这边有些花匠在那边铺设。我行到嗰邊仲要冇花就搬埋過嚟。搬開埋走人啊！屌！这边呢，只有一个粤剧博物馆的停车场啊，但是呢，每次来都停不到车的，停车非常的困难啊。这个就是粤剧博物馆里头那个园林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园林是不是很漂亮？有一点点像那个城隍庙义园啊，上海那个九曲桥边上的义园里面的内景。那些假山呢，不是太湖石啊，
应该是当地的食材吧。这边呢，我记得就是17啊，就是17的最早开发的这么一个，有点像上海新天地那样的啊，供大家休闲怀旧、餐饮等等啊。边上呢，一样是可以有清水的平台啊，但是对面呢，沿河的那些房子呢，就是老城区啊，应该就是60、70年代搭建的那些老房子了啊。你看这个环境呢，还是稍微差一些啊。我知道这边有李小龙的故居，我们去过的啊。就是这条小街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小街巷里面啊。永春传承基地，看来我转找了一条街了。但是这边呢，这些两边的这些建筑啊，你看啊，都恢复的有模有样啊，有点那种修旧如旧的感觉。虽然都开着店，但实际上呢，这些就是以前的西关的人家啊。这一会儿呢就没有错了啊。龙的传人李小龙祖居，因为说是李小龙的父亲以前也是一个唱粤剧啊，也可能是武生吧，住在这边的。隔壁应该就是培正小学了啊，在这边再来看一下。相信啊，西关嘛，以前不是有个说法，就是官在东山，商在西关啊。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啊，说的是富家小姐的生活吧。这里呢，以前肯定也是商贾如云。我们就从这边出去了。对面的叫冯庆大街啊，刚刚走过一条小街叫冯源大街。趁着还有时间，我们继续
沿着恩宁路啊，再走一走。可以看到啊，这两边的这些骑楼呢是恢复的最好的。广州的一些传统的沿街的这种房子啊，这种样式。果然啊，前面也在维修当中。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啊，我们就不往那边走了，留待下次再来吧。这边呢就是恩宁路粤剧艺术博物馆。我的来了。这边呢有很多文创小店啊，岭南特色的一些小艺术品。现在我就在这个恩宁路的骑楼下面骑行。两边呢都是老百姓的房子啊，开着自家的小店。大部分的小店呢还是非常的传统，并没有与时俱进啊。但是也有一些呢，已经有了新的元素。这边呢就是一个有名的小学啊，西关培正小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没有记错，西关培正小学。西关永庆坊旅游区啊，它延伸到这边。这边呢，河道旁边很多人在那边垂钓，哪里都有。以前如果走路呢，大概就走到这边就结束了啊。但因为今天是骑行，就可以顺着这个河边的小道呢，一直骑过去啊，看看能不能骑回到我来的原点，就是半溪酒家那个停车场的附近呢。在这样的恬静的小道旁啊，哇，这些沿街的房子真漂亮，只是有些残旧了啊，好像也要进行装修了。这个地方挺美的，从来没来过啊。哇，这个看下去肯定很美吧？这里也有一座桥啊。
这一条道路，第一次来体验啊，很棒！居然有人钓了一个那么大的鱼吗？对面啊，有个人钓了好大一条鱼啊，你看没有？哇，妈呀妈！这里还有那么大鱼啊！哈哈，哦，怪不得有人在这里垂钓啊！观看我视频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被我眼前的这些景象所吸引？大家有没有产生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到这种没有太多人的河边来骑行呢？现在呢，我已经好像又骑到了。骑到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明白了。来到了荔湾湖公园的另外一个门了，记得还到这儿来吃过饭的呀。哦，中午吃饭时间啊，马路上停的满满的车，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我们还得回到景区里面吧。荔枝湾冲啊，再往前呢，就要去到中山八路那边了。抄个近路啊，就往这个里面呢来走一走。虽然这个都是后面重新修建的这些仿古的建筑啊，但是还是跟周围的环境还是蛮搭的。这边有个陆羽茶室、西关竹升面吧。这里有个仿古的建筑，岭南园林，荔枝湾，对联写着“两岸荔枝红，一湾溪水绿”。对仗倒是很工整啊，但是这样的对联我也写得出来啊。据说呢，这个荔湾湖公园这一块地方呢，以前也是一个皇家的陵园，一直可以追溯到什么呢？南汉王啊，当年在这边有个算是一个皇帝的别墅吧。喂，
我刚看到，我现在过去大概几分钟就到了吧？我现在就过去。刚刚我还在惦记着啊，这个老人家走得怎么样了？因为也不能走太远嘛，所以我也是看了几次手机啊，就看看有没有信息让我赶紧去停车场。他们要回去啊，果然已经来联系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也要随着老人家的这个身体情况而行。那我今天呢，就在这边骑行啊，告一段落啊。现在呢，就快快的就骑回去。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会比较近一些啊，但是我想应该都是通的吧。这个地方有个台阶呢，好吧。行了，我们还是老实一点，抬上去。现在呢，就顺着这个荔枝湾冲啊边上骑行，去半溪酒家对面的停车场。我现在骑行这条路啊，还有左手边的这个荔枝湾冲，当年呢都被大的石板啊覆盖了以后，变成了一条行车的道路，直到很多年以后，才被慢慢的恢复成一条道路，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还是到龙津路上去骑。刚才那几个出那个停车场的那几个台阶，我不想再重复走一回，抬着我的单车了，所以我还是从这个汽车道直接推行下去吧，这样还省力一点。干脆就在停车场里头骑行了。
这。记得是负3层了的。哦哦哦！搞定。喂，搞定。